大家好，我是韩博。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如何把一串音弹得平均。那弹平均这个概念呢，分两部分，一部分是音长上面的平均，另一部分呢是音色上面的平均。音长上面的平均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有很多的小的木块，然后每一个的大小是一样的，这样子一串下来。那音色上的平均呢，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串很漂亮的项链，然后每一个钻石或者是宝石或者是珍珠它们的大小是一样的，然后它们的色泽也是一样的。那音色不平均呢，就是这些宝石有的大有的小，有的亮有的暗淡一些。那么关于如何把一串音弹平均呢，我总结了7个重点。第一点，不只是下键，我们还要注意就是起键是否得当。起键呢，就是下键之后手指起来离开琴键的这个动作。那么起键呢，首先是不是起键不够快，或者是起键起得太快导致一串音里面要么有粘在一起的感觉，要么就是一串手链上有一个洞的感觉。那这个呢，就是起得太慢，粘在一起的感觉。这个呢是起得太快，导致有空隙。起键还要注意的是键起来的这个动作和曲子要求的声音和氛围是不是相匹配比如说有些曲子要求声音是柔和的，像珍珠一般的一串音，那么起键的这个动作就不能够是爆发型的应该是速度到位的情况下，又带着一点点缓慢。我们来找一首曲子来看一看。我们来看这首舒伯特的即兴曲。那么我们在弹这首曲子的时候，起键的这个动作是又快又随意，就会是这样。第二个呢是检查手指的独立能力我们每个手指头的能力是不同的，最直观的就是大多数人的四指是相对较弱的，四指比较难抬起来。那我们要先检查一下，是不是有哪几个手指头它的独立能力已经在拖你的后腿了。对于初学者来讲，最简单的方法就是把手抬起来伸开这样子，然后看哪个手指头在独立往里面勾的时候，这个动作往里面勾的时候是比较费劲的有些人可能用2指还可以，用到3指的时候整个这就变了正常的应该是每个都是可以独立的。那么你找到这个手指头了以后，就要针对这个手指头来进行一定的练习，这个手指头就要加油了。第3点是检查你自己是否只靠3关节之前的部分在弹琴想要把一串音的音色和音量弹平均，我们是要用到手背来带方向。什么意思呢？打个比方说，我在弹上行急进式的一串音的时候，手背是可以轻微的向上行的方向倾斜的，注意是非常轻微，而不是这样子倒下来。我们先来一遍慢的，再来一遍快的。除了手背，我们还要用到的是手腕、手臂来带着方向。我们常说弹琴是手指上的功夫，但也不全是手指上的功夫什么意思呢？整个上半身、肩膀、手臂、手腕应该是一体的。同样，如果有一串音一会儿上行一会儿下行，那我们的手腕和手臂也应该是像有一条隐形的线一样这样子牵着走，带着手指往不同的方向走。还是先慢后快，我们用肖邦练习曲25/2来示范一下。第4点是来检查一下这个指法是否最适合自己。这点我在如何弹得快的视频里有讲过，2个课题之间有很多异曲同工之处。简单的来说呢，如果有哪个技术环节比较弱，就尽量的想办法避开。比如说你的转指比较弱，当然你要先解决转指的问题但是如果
明显这个是弱于其他的技术环节的话，这一串音里面就安排一个少转指的这么一种指法。这就是为什么每个大师用的指法也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手的大小和机能都不一样。第5点，用最干，也就是没有踏板的方法来练。对于练手指的阶段，踏板就像是美颜滤镜，加了让人心旷神怡，但是对本质没有实质性的改变，所以要把滤镜去掉，一个一个音的用手指头弹。举个例子啊，我在练Wild 改编的格什温练习曲的时候就对中间的小音符不满意，觉得不平均，那么我就需要把踏板去掉，用最干的这种方法来让这些小音符暴露在阳光下，这样的练才能找到问题所在并且最终解决问题。这种练法呢，就是虽然不好听，但是很有效。这个是有踏板的。这个是没有踏板的。第6点，用最慢的方法练，并且感受每一个手指触键的正确的肌肉记忆。打比方说，刚才那首练习曲用没有踏板的方法练，找到了问题，但是在元素里面很难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时候就要用既没有踏板，还放慢了很多很多倍的速度来练。通过慢练，我们找到哪个或者是哪几个手指，或者是哪个动作，比如说一些往上往下的动作中间有问题，然后再用极慢的速度改正成对的这个触键技术动作之后，再对那个对的肌肉有一个良好的肌肉记忆。注意这个慢速是非常非常慢的，是慢到一种你自己会觉得很可笑的速度。第7点是有好的耳朵，有好的耳朵就是有好的判断能力艺术品味是靠听好的艺术家来演奏来提升的。同样，好的艺术家的演奏也能训练自己的耳朵，只接受对的和好的演奏技巧。耳朵习惯了这种好的演奏技巧之后，再听到自己的弹奏上有任何问题，就会很尖锐的在问题出现的时候感受到。当然，弹琴的时候自己听很主观，也容易有偏差，所以一个好的习惯就是自己给自己录音，然后站在局外来听这个录音我通常自己给自己录音的时候，我就会把手机放在这里然后点一个录像这样子可以看到自己的手，还能录下来自己弹的声音。好啦，以上就是这一期的内容了。如果有任何问题都欢迎给我留言，拜拜。